做过吧？之后上去以后你就说就是那个猫。但我觉得这个要感情就是够好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不然很容易被告，就会被打。可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打破我讲电话的金氏世界纪录稳了，连上天都告诉我们要在一起。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在网络上征求了10件大家在暧昧时期会做的事情，给大家一点建议，也看了一下你中了几项。Here we go！ 第1点，必吃宵夜跟必看夜景。这我们也有做过吧？最浪漫的就是拖到晚上其实要么就是酒吧、宵夜结束以后呢，去看一下夜景啊，培养一下感情。对，增温。如果你是有车或交通方便的话，就直接上去阳明山去那种夜景餐厅，或者是你可能就在文化大学外面那个围栏，然后就坐在那边聊天啊，看星星啊。然后通常暧昧时期，我觉得要消耗个1-2个小时在那边，记得可能可以先准备一些水啊，或者小点心、小饮料，就会有那种你更贴心的感觉。但因为我们其实是没车的，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就是有去草地上看星星。我们之前有去那个华山，其实也不是真的躺在草地上，因为贝拉会怕虫。然后我们也有去过大安森林公园，然后重点是还要挑一些比较少人的地方约会，有时候人太多可能还会稍微移动一下，可是我也不会完全没人，就是要有一点人。如果你是有点小心机，你是真的平常都有准备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夜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平常我都自己来，现在我再也不用一个人了。第2个，要不要来我家看猫猫？你最会的，我们家就是看狗狗啦。可是我觉得看狗狗、看猫猫真的很好吸引大家哎。如果你家其实没有狗狗、猫猫或其他动物的话，之后上去以后你就说就是那个猫猫。但我觉得这个要感情就是够好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不然很容易被告，就会被打。看毛小孩的话真的很不错，因为第一个就是你们不用一直专注在对方身上。你看像这个小懒猪，他就会趴在那边，然后你就跟他说，你看他会坐下握手啊。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暧昧对象是不是跟你一样真的很喜欢小动物的这种感觉。有一招很好用，当你知道你的暧昧对象有养狗狗的时候呢，先准备好狗狗、猫猫小礼物，隐藏在细节里的小心机。讲讲，要不要来我家看狗狗？现在桌上都是包起来的洁牙棒，好可爱哦！我觉得我们自己很可爱。这款洁牙棒现在有2个口味，一个是南非国宝茶，一个是香浓芝麻。南非国宝茶就是专门针对毛小孩就是嘴巴臭臭的问题，你可以去除臭味，然后让他们嘴巴闻起来咬一咬以后香香的。然后香浓芝麻的话会有美毛的效果。春春跟妈妈是2个都很想吃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就是非常很激动，他们非常的激动，因为阿姆洁牙棒50%以上都是鸡肉制成的，而且没有添加人工色素跟防腐剂，还有香精，所以它外观上的都是天然的原肉色。你要选哪一个？哇，还不知道怎么选的，好香。春春满满平常也很常吃这个，因为没有添加过多的淀粉，所以呢咬起来非常 Q 弹，也很耐咬。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会太激动，所以他们都不太听话。坐下，等等，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不要来我们家看狗狗，非常好先准备的高级珍宝道具，因为他们就会一直啃，你就可以跟你暧昧对象趴在地上看他们一直啃，慢慢就会啃很久，然后春春嘴巴比较大，就会啃比较快。这其实很香很香啊！10月中也会推出2款新口味的洁牙棒哦。第1款是藜麦也会更软 Q， 然后更好咬。第2款是山羊奶的口味，就是高钙的配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影片下面有我们的专属优惠码。要不要来我家看狗狗？还是一样很激动，他们想说到底要不要给我吃。第3个需要你的一点小脑筋，偷记一些小细节。俗话说，魔鬼永远藏在细节里。其实我也会常常记贝拉的小细节，虽然有时候不小心会忘记啦，因为他细节太难记了，他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要吃芋头，什么时候不要吃那种。牛奶可以喝冰的，不能喝热的。可以先去对方爱吃的餐厅，或是例如说他喜欢吃日式，你就先去搜好哪一些日式评价很好，又浪漫，气氛又不错，价格也 OK， 你就可以把它带一个小惊喜，带他也去吃饭，请他吃好吃的。这个是被我们网友们回答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心机很重会先肉搜对方过往的经历，例如说看 IG 啊，看 FB 啊，他都喜欢去哪里。聊天的时候引导他讲出来，然后再假装是，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假装不知道，这个心机真的超重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心机，就是那种有心意的那一种。对，之后交往再跟他啪扛的，其实也是 OK 啦，就是算是可爱的心机。
这种可以用。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查星座，然后这很多人会做。对啊，就会先偷偷先去看我们星盘合不合啊，%几啊，星座配对啊。如果假设真的不合，还可以先说服自己星盘错了，没关系啦。通常会讲80%、90%。稳了，连上天都告诉我们要在一起。双方是会互相吸引的人，其实星座一直是可以互相聊，然后也可以知道对方可能不喜欢什么个性。例如说，我们可能聊到他是天秤座，我是巨蟹座，然后我可能就会说我好怕什么星座，因为这个星座会怎么样啊，很火爆，或是可能情绪太重，就会知道对方 care 的点是什么，然后自己要小心不要踩到雷。我怎么觉得每个越来越心机啊？老婆，你看这个，你干嘛靠近我？人家喜欢你啊。哪招是哪招？第4个就是故意不经意的肢体接触，暧昧时期就是到底要牵手不牵手，要靠在一起不靠在一起，就是要不要那种感觉，其实还蛮……我突然想到心痒痒的。对，我突然想到，我昨天好像做梦到我们以前心痒痒的时候，我觉得人就是犯贱，人就是犯贱。过马路的时候碰到一下，然后看一下对方表情，碰一下。不小心碰到了，然后算是也测试一下对方的心意，测试一下这种感觉，或是什么假装很顺路，但是根本不顺路的温馨接送集。以前贝拉来找我的时候，都会特别送她回家，完全不顺路啊，因为我住在家。可是我就是会特别陪她到了她家的捷运站，然后就在那边再陪她聊个天啊。你当下会觉得贴心吗？会啊。接下来这个是我可能不会做的，可是有投稿的，吃饭一定要喂对方，还有不小心膝盖碰膝盖，那个脚短的人可能做不到。像我可能就碰不到这些，可能吃饭喂对方，我觉得，例如说，我这个很好吃，还是你要吃吃看吗？借着礼貌问他你要不要吃，这个应该是真的，就差那一点点，真的要在一起，真的就是很暧昧了。对。还有一个就是分享手机的画面，手机装防窥膜，然后就说，我给你看，然后发现他看不到，我给你看，对不起，我装防窥膜，你看这样子，我只给你看哦，其他你看不到。经纪人投稿说他会装可爱，叫对方喂我，你可以画外音一下吗？我也要吃这个。你有点沙哑，是不是有点爽啊？我也要吃这个，我会这样，就是我也要吃这个，我就会跟对方讲说我也要吃，然后对方就会说你吃啊，然后我就会说喂我。那通常有成功吗？有啊，当然啊。查克不是笑，就是直男，不好意思。那我要学学看。懂啊。等一下，没有情绪啦，我们要回到那暧昧时期。我要吃那个薯条。妈呀！喂我。跟手机吃啊！你很烦的，你很奇怪，喂一吃一下。我暧昧的时候我也不会喂你吃东西。那如果我们暧昧的时候，我叫你喂我呢？好吃吗？第5个，聊天到深夜，而且要讲到睡着，这个是必备的吧？尤其是假日的时候。可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打破我讲电话的金氏世界纪录，卡氏世界纪录啦！我那时候好像讲了4个小时，快5个小时吧，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咱们。会这样聊，我觉得差不多了啦，99% 了吧。投稿的大家是说，隔天还会说，我有梦见你。我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有梦见对方啦。我昨天梦到我大乐透中钱。他今天早上一开始就跟我说，他梦到大乐透中奖中10万。我那时候开心的感觉好像是你中了10亿的那种开心，根本还没中，只是梦到而已。对，然后他就去买乐透了，超好笑的。会不会其实梦到别的女生，他也会说，我昨天梦到你，小坏坏。然后晚上讲电话的时候，可能有一段就是空白时间，就会说，还是你要不要唱歌给我听？然后有时候是贝拉自己会唱，然后就很好听，我就被他那个声音弄得酥麻酥麻。可是我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唱给贝拉听，所以我都唱小鸡哔哔。然后我就跟他说，下次见面我再唱给你听啦，我会怕啦。第6个是一日游，异性恋情侣说他们在暧昧期是不太会在外县市一日游过夜的。可是呢，我们刚刚稍微统计的问了一下，男或是女呢，因为不太害怕怀孕的这个问题呢，所以呢会一日游。你们也知道我们就是有9份2天1夜游，而且我们真的就是前几天发现假日没事了，我们就立刻订了，直接出去玩。然后在9份晚上发生什么事，大家大概都知道了。那我觉得一起出去旅行其实也不错，因为大概知道对方的生活习惯，然后可以怎么样，例如说点餐啊，会不会贴心啊，会不会互相配合啊，或者睡觉的习惯啊等等的。因为我其实觉得暧昧期的确必须拉长一点，一方面测试彼此的感情，然后一方面就是
看一下你们的生活习惯，免得太快，可能认识1天，隔天2、3天就在一起，然后结果交往以后才出现很多问题。第7个是传自拍照给对方，这个应该是必做的事情，对啊，会做的，也是慢慢去测试对方的口味。像是我一开始都是传早起去运动啊，然后说嗨。Good morning， 一些偏可爱的，然后发现感情好像还不错，要继续有顺利继续发展。然后我有时候就穿那种紧身的健身服，那时候身材比较好，还有腹肌啊，然后我就这样，但是还是有点可爱，不是那种骚的，就这样。对啦，就很爽。当然看到对方这样的行为会很开心，是正常的吧？还有人投稿说，就是会故意穿情侣装，例如说我有这件衣服，就是熊熊爱心彩虹的，然后可能就特别再去做一件，某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特别穿，然后让对方发现，哎，你也有这件衣服哦，然后还要假装不知道。第8个，无限轮回的 morning call， 早安晚安，你好吗？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每天早上起床，早安，起床了吗？然后睡前也会说，那我要睡了，晚安。到现在还是会啊。对，我们现在还是，我们只要没有住在一起，我们可能分开住的时候，每天一早起床就看手机，看贝拉有没有找我，然后我就说婆婆我起床了。前几天有一次，我就在跟贝拉讲话讲一讲，突然她完全不回讯息，我就问她说婆婆你在干嘛？婆婆你呢？然后我还打电话给她，我怕她就是会不会噎到啊，要自己脑补会不会噎到，会不会呛到，会不会头痛？然后隔天她就说她真的就是睡着了。第9，秒读秒回，因为都会很期待啊，很正常吧。因为我自己是都不太做那个欲擒故纵啦，基本上都会赶尽快回，然后只要看到对方跳出讯息的时候，我就会好开心，好期待他到底讲什么。然后我真的是连洗澡的时候都会把手机，可能如果那天我在等他重要讯息，例如说他到底可不可以跟我出去玩啊等等的，我就会把手机立着在架子上，然后边洗澡然后边看他们跳出讯息。一般日常的话，我可能就会把手机放在洗手台上，然后知道有没有人叮叮叮找我这样子。但你好像不会这样做。我家那个洗澡的地方不是干湿分明，但是我一进房间，我第一件事情就会看手机，看到你有回我，我就会先回你。我好看的，谢谢。看过了啦，大爷吗？第10点，莫名其妙的占有欲，这个我没有做过，可以给大家参考，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谨慎的使用哦。例如说，只发对方看得到现实动态。据了解是把自己原本挚友全部删掉，然后特别发一些可能心情小语啊，或是我在哪里啊，或是我下课了哦，然后提示对方说要不要来找我。我是也没有啦，因为我不会去把挚友删光。我根本没有加任何人，我可能就会直接跟你说我有空，你要不要来找我？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是状况不一样，因为暧昧我程度很高的话，我通常会直接讲，可能可以试试看，但是要小心的用。最后一个，吃醋故意让对方知道，然后要对方哄。我算是有，我本来常会这样子的，算是有点小闹脾气吧。可是吃醋吗？我怎样？我吃谁醋？也没有，就是你随便乱吃啊。怎样在跟谁聊天？你在跟他聊什么？对啊，就是然后就会说哦，你都跟他讲话就好了，什么什么。你怎么一直给打传说？你都不理我啊？然后有啊，我有吃醋对，我以为我没有，明明就有超长的好不好？然后贝拉好像有点讨厌我这样。就我会觉得这又没什么，就是你也知道我这个时间会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间我在干嘛，那种小脾气。人家就想要老婆陪啊，我会陪你啊，但是不要用这种方式。有些人可能会喜欢，看状况，看贝拉就是反面教材。可是你也会啊，你说老婆在干嘛？你有时候这2个小时没有回讯息或什么，然后我就讲说担心你，我就问你说你在干嘛，然后吃醋。那我也在担心你啊，我担心你移情别恋嘛。好，你也要体贴我一点啊，人家就是想要抱抱而已。我们现在不是抱抱了吗？有一点暧昧时期的感觉，不错。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最后呢，锵锵，阿木加棒！如果你想要让对方来你家看狗狗的话，或者是帮对方的狗狗准备小礼物的话呢，阿木加棒很适合哦。我们专属的优惠码都会放在我们资讯栏，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看哦。祝你们看狗狗、看猫猫、谈恋爱都很顺利哦。希望你们都可以从暧昧成功升华成恋人。拜拜！你比一个数字，牵手。哦，你很没有那个哎！你刚刚说比一个数字，我以为要比什么520哦。频道会员全面优化，欢迎加入贝果果，耶！